民法典，让法律 easy 一点，让烦恼少一点。老板，姐姐老板，怎么了？人家有一些口角的问题，然后他跑来找到我的 FB， 对，然后现在整天呢一直在骚扰我，传讯息给我骂我，他叫做。我去派出所报案以后，结果警察查了，他跟我说没有这个人呐、对，虚拟的，这件事好像之前有一个艺人叫陈怡，好像跟一个网红叫冯雨婷吵架，结果警察局去查也没有这个人。对，跟这个事情我觉得一模一样。哎呀，这种跟虚拟人物吵架的故事也会变法律问题吗？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，让烦恼少一点。这个委员现在吵架已经吵到可以跟虚拟人物吵架了。艺人陈怡啊，他也跟一个网红叫做冯雨婷的吵架，然后两个吵了半天之后呢，陈怡跑去警察局做笔录啊，结果警察跟他说，找不到这个名字，但最扯的事情是这个冯雨婷说这是他的本名，所以大家搞得扑朔迷离。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是，如果今天跟虚拟人物吵架，这是要算谁的呢？到底这个人呢，他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？假设不存在的。对，如果假设不存在的话，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来讲，它要按照实际上面的情形，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法律的结果。那当然呢，小公呢，他去报案因为他觉得这个对方是诽谤他嘛，对，那。当报案之后呢，你将来要告他诽谤罪，你总要有一个被告啊。对，所以呢，才会有说，到底这个人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？然后呢，他的这个住所是哪里？你才有办法，就是说你要到哪一个法院去告他，你才能够确定嘛。对。如果说像小公讲的，或者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是讲说，冯雨婷这个人是不存在，存不存在我们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同名同姓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嘛。对。那假设是真正的没有这个人，没有冯雨婷这个人存在，可是他去设计了有这个冯雨婷，然后再利用他在脸书上面设立一个假的账号，然后再用这个假的账号呢去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人的话，那这个就很明确在法律上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讲说在户籍法上面，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骇客，如果你是侵入到这个户政系统里面，然后去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人，然后去篡改他的这个户政资料的话，那原则上面来讲，除了我们刚刚讲说违反户籍法的规定之外呢，在我们刑法上面，它有所谓的伪造文书，有一个是伪造，伪造就是说你根本不存在，我去设计了这个是伪造。另外一个是，其实你那个证件是存在的，不管你的身份证也好，或者护照也好，它是存在，只是你去把它改变，变造证件。变造证件，那你的户政的资料，像你的这个不管是身份证也好啊，护照也好啊，这些都是算是你的这个特种的这个资料呢。这种情形的话呢，他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。假设根本没有这个人，可是因为这个大头呢，他想要攻击小公，所以他又怕用他的名字出来攻击小公的话，那小公很快的就发现，然后他就可以告他诽谤，对不对？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人，然后去申请了这个账号之后，然后让小公呢，他找不到这个账号的主人，他就没办法告他呀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发生好像他可以跳脱他的这个法律上面的责任，对，公文书嘛那另外一种呢是假设大头呢，他也没有去伪造，他也没有去变造，可是呢，他就拿了这个伪造或者变造的这个文件呢，他去跟 Meta 跟脸书呢，他去申请一个账号，他就叫做行使伪造或者变造的这个身份证。这是另外一条罪。这是另外一个，所以一个我们讲说，一个是伪造，一个是变造，一个是行使伪造就是完全没有造一个出来，对。变造就是有，但是我把它就是改变里面内容，对。你拿了人家做出来的，叫做行使伪造或行使变造。对所以这三个不一样。但是我有疑问如果我只是单纯创了一个小号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主的账号，就自己的账号，但是我创了一个或叫分身，对小号很多用法啦我用这个小号，但是它的名字一定不是我自己的，因为我的主账已经占据我的名字跟使用了。那如果这样我拿去攻击他，那我这样也算伪造了？不是，
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简单来讲，比如说在你的这个，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中文名字，对，我也有一个英文名字。好，那个只要都能够反映我的话，我有一个英文名字，它不叫做伪造或者变造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英文名字在我们整个注册的过程当中，它是不需要注册的。但是呢，最终它是可以追到你的。比如说，我的 TikTok 名字呢，因为这个我的名字，英文名字也好，中文名字也好，都已经被使用了，所以有时候是碰到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本名去注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被注册走了，哈，大家会看到我 TikTok 名字叫做 Legislator，就是变成立法委员，英文嘛，哈，你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情形。比如说你叫李义修，对不对？你登记的一个上面写历史哥，可是大家知道历史哥就是李义修，所以它不是。伪造或者变造，蓄意的伪造身份跟你只是开了一个小账号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证明你的是完全两件事。对，它是两件事。然后我们在讲说刑事责任，哈，观众朋友，刑事责任呢，除非法条里面有规定，你包括过失之外，其他都是要有那个意图，都是要有一个犯意，都是要有意图。所谓的包括过失，像什么，比如过失致死啊，像车祸事件啊，过失伤害啊，那个是法条里面有明文规定说，它含这个责任呢，就算你不是故意的，它也要处罚你。只有那种情况之下，它才会有过失，其他的都要有，你要有一个犯意。比如说我今天用一个假的这个名字，我本来就是要用假的，让别人没有办法用这个假的跟我连接上。那个就是你是想隐藏身份？你想隐藏身份，可是你要隐藏身份呢？你很多的方式可以隐藏身份，但是你不会违法。如果你没有用伪造的证件，是 OK 的哦。所以如果他比如说像今天像这个陈怡跟这个冯雨婷发生冲突，那冯雨婷一直强调他是本人本名，对，可是警察查不到他。那这个时候，像这个冯雨婷，假设追溯起来，那他算什么？有什么罪？应该这样讲嘛，哈。如果他在这个我们的户籍资料上面的确没有这个人，好，假设的确是没有这个人的话，那他真人是不是在台湾？如果他真人是真的在台湾的话，那他可能是外国籍呀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华裔的人在这个全球各地嘛，对，如果他是持有这个护照进来的话，在台湾，然后他的名字也的确就叫冯雨婷的话，那虽然你在户政资料里面查不到，可是你在入出境的资料，你总是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。好，那这个如果说是只要是查得到这个人啊，他是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他倒没有所谓的这个伪造或者变造或者行使伪造变造的这个情形。他说他强调他本名叫冯雨婷，可是假设他本名就叫冯小小，这样的主张上面，然后他又跟人家发生冲突，这样有没有多一条？除了他本来就可能会缠上的诽谤罪之外，你要看他，比如说，因为他在诽谤的时候，他是在脸书上面他的账号嘛，所以他在申请这个脸书上面账号，因为通常来讲，你知道，就是说你有发生争议的时候，脸书有时候会停权嘛，对不对？脸书停权的时候，他要你提供这个真实姓名，对，因为很多在脸书上面，它有一个那个使用条款规定，然后你还要把你的相关的证件，比如说你身份证影印本或者护照的影印本，脸书会要求你提供给他，他要确认你这个不是假账号嘛？对。那如果你提供的讯息是真正的讯息的话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说按照我们讲说现在讲的这个媒体报道的情形，他是讲说警方去户政事务所查的时候，他查不到人，查无此人。对，查无此人是说他查错了呢，还是说因为这个是罗生门嘛？我们是一般老百姓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我跑到户政事务所说，我要查一下那个媒体上面报道说冯雨婷有这个人还是没有这个人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？他不会让你查，但是。检调单位它跟户政事务所它是公务机关，对，所以他们会有连线。你前面也提到说你也这个进修过到法院的实际上面开庭，我常常鼓励曾经开过庭的人，就是这是人生的必修课。他虽然网络上没有显现真名，但其实他已经真名已经
就是警察是连接到，他可以连接到，所以你不能讲说他是有伪造虚伪的，每一个人他可能就像你写文章的时候，有些写文章的时候上面会有你的这个笔名嘛，古时候的人不是常常会有名啊，然后字什么东西，号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他是用自己的名字，还是用他的字，还是用号，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是连接到本人啊，所以基本上面来讲，你用的那些，还包括我们现在讲说，现代人有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也常会有笔名的，然后甚至于在家里头亲人之间还会叫小名的，所以这些只要能够连接到的部分呢，其实都不算是你有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要误导，然后要这个去隐匿的这个情形，所以那种情况来讲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那像这种状况，他号称是本名，但其实他不是本名，然后也查无此人状况。如果真被抓到的话，好，那如果真的被抓到的话，第一个我相信从脸书的上面，他就会把他的这个账号删除，他就把账号删除掉嘛。好，那除非他将来提出真正的证据上面来讲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好，那你原来你假设你是真的没有这个人，好，但是你用这个人的，你当初怎么申请账号的呢？你是用这个人的名字，你是提供了他什么样的一个证件，不管是学生证也好，或者任何的证件。那这个证件如果是变造的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，不管是伪造的还是变造的话，那你就有刑法上面的责任啊，他就是应该也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同样的情形，它并不是一个轻罪了哈，因为他的刑责平常讲不轻啊，不轻，然后甚至于就是说，你想说，制造一个这个账号出来，让上面你可以为所欲为，然后别人找不到你，然后你就去找了一个可能在马路上面捡到一个身份证的那个资料，然后上面去伪称，也是违法的情形。其实以前也有流行一种，就是去跟街友收购身份证，然后拿来做那个人头公司，但因为这几年人头公司已经不能这样干了。对，很多的这个诈骗的这个车手啊，就是他开了很多的这个账户，对，他就是利用这些的街友啊，去就是给他一个多少钱，好几千块钱，跟他买身份证，跟他买身份证，然后钱再汇到这个街友开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账户里面去，然后呢，他再把这些的钱领出来。我们也知道，在实务上面来讲，现在诈骗的很多。那现在银行呢也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措施啦，就包括你要开户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本人到啊，你要本人到，然后他也会照相。他也会照相，就是把你的身份证跟你的人呢，在现场开户的时候也要照相，而且你要到银行去照相。那大户的话才会有这个业务的人员专人到府服务。那委员，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讲冯雨婷的事情呢，他跟陈沂吵架，后来呢有一个衍生是这样子，就因为有网友问陈沂就说，他会不会可能是拿那个港澳护照？但陈沂说不可能，因为他之前账号有被解锁，有被锁过，所以呢，他疑似有拿过伪造的身份证给帮他解封账号的人。所以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被查获的话，那就会刚才前面讲的，简单来讲，检调要查的话，其实困难度不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速发部跟 Meta 跟脸书之间，还有 Line 啊什么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平台，有个平台，就算是脸书或者是 Line 不买这个速发部的账的话，那只要在这个网红呢，他提告之后要求法院他去调查这个资料的话，法院函询，那个 Meta 那边也要提供，就是说当初他到底用的这个身份证到底是这个谁？是真的叫冯雨婷呢，还是叫？跟大家报告，这个罪呢，它是公诉罪哦。他不是告诉乃论，因为这个是公诉罪，他不是像诽谤的话是告诉乃论，对，你不告他不理，所以但是呢，伪造文书它是公诉罪，所以检调呢，他现在已经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媒体报道的内容跟实际上面情形是不是一样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其实检调单位已经有义务，因为它是公诉罪，他已经有义务呢，最起码他应该去函询Meta， 就是当初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网红陈沂讲说，他过往曾经被停权，然后呢后来才复权，拿了什么样的一个资料去 Meta， 这些资料呢，检调单位是可以函询要求 Meta 要回答的。有，就是说在这个案子里面，陈沂告了如果有涉及公诉罪的话，所以检调就会因为这样反而触身案外案，他就去查他。对。
哦，但减掉有没有这么勤快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理论上来讲，应该。那我一个疑问，减掉没那么勤快的话，减掉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我们常在立法院里面呢，常常质询的时候说，你有没有调查这个东西？然后那个法务部常讲说，没有人告啊，你要不要告嘞？你知道？然后我说为什么？你不是公诉罪吗？你自己就该分案。对，公诉罪你要处理啊，为什么需要人家告嘞？你知道？然后我们有一些委员，因为不是学法律的，他会讲说，哦，他来告发，你知道？那我觉得说不需要告发，你知道之后你就要主动调查呀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法务部做轻伤哎哈，假贺做最勤课哎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看那个金管会啊？我最近真的是蛮失望的。金管会我们在问说，你那个洗钱防治不是 Day One 就是你管的吗？是。然后讲虚拟这个货币的洗钱，或者是我们讲 token 代币，对不对？的洗钱，现在哪个呆子透过银行合法的银行去洗钱？那问的问题问了一缸子，那个你还洗得了吗？不没有洗得了，你还要申报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所以你怎么可能会有洗钱的东西？你真的应该是说，在现在的时代里面，整个跟传统的交易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嘛？前一阵子不爆出来的这个洗钱的东西，都是你这个要洗钱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代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从这边花了多少钱买，然后从那边再把钱出去卖掉之后再说。然后结果金管会就讲说，他只处理合法的，合法需要你处理。合法的就是老百姓这乖乖的，他这需要你处理，你不是难道就是应该处理非法的吗？你怎么处理合法的呢？这种就是什么讲了？这就警察说，我只是管你领钱的事，至于抢劫的事不干我的事，对，不是，实在太荒谬了哈。好，我想啊，今天关于这个跟虚拟人物吵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你看我们的节目是非常跟得上时代的哦。现在对，就是媒体上面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，我们跟着就是让大家了解说，这个讯息它法律上面的手法啊，然后它法律上面的责任。然后你碰到了，你要怎么样子的去因应或主张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民法典呢就聊到这里。最后还是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好，打开小铃铛。那再说一次，我们节目时间哦，每周二的晚上9点，好是首发，好会在李桂敏委员的 YT 叫做李桂敏真心话。好，那也帮大家追踪起来。隔天呢，重播的时候呢，会在历史哥的频道，星期三中午的12点的部分啊，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我们就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里了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定要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，记得追踪哦，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。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，拜拜。